授课教师主导的教学观察4。步骤2：教学观察。各周四下午第5节上课前几分钟，刘老师进入到5年丙班教室，在教室左前方曾老师安排的座位入座，开启手机中 UTC 数位观察工具的网页，做好准备。课堂钟声响起，就开始观察记录曾老师的教学形式，对阿丹的督导或肯定互动，以及阿丹的课堂行为。1节课结束，刘老师向曾老师挥挥手，便离开教室了。他随即将刚刚 UTC 的观察记录图档以及 CSV 档下载下来，以免关掉浏览器后消失。当天还抽空将图档和 CSV 档印出来，检视这2份输出的资料，再进一步做了点简单的百分比统计，为第2天的观察后回馈会谈做好准备。步骤3：观察后回馈会谈。步骤3之1：授课教师依据会谈提纲主持回馈会谈。3之1之1：观察者具体说明观察到的教与学客观事实资料。感谢刘老师昨天帮我观课，更谢谢今天出席观察后回馈会谈。不客气。我们就依据会谈提纲类似 ORID 的步骤来进行回馈会谈。首先，回馈会谈第1部分 O， 请你提供昨天教学观察搜集到的事实资料。好的，这边先提供给你昨天 UTC 观课输出的图档和 CSV 档资料，配合这2份资料，我来做说明。谢谢。依据观察资料显示，昨天下午那堂课，阿丹他大约有 20% 的时间属于积极主动 I， 60% 左右属于被动努力 E， 大约 20% 属于不专心行为 N， 没有出现干扰行为 D。至于曾老师你的教学形式，教师单项主导 GI 之1，师生双向互动 GI 之2，小组讨论 GA， 个别学习 IL 等4种情境或活动，很巧的时间都大约各占 25% 左右，时长加总略有超过40分钟，原因应该是你教学形式有所改变，但我在点选项目的时候没能及时切换，导致同时间记录到2种教学形式。了解。针对督导行为 S 和肯定行为 A 的出现，记录显示你对阿丹有3次督导行为，2次肯定行为，两者总时长不到1分钟，时间不长应该可以理解。就教学形式和学生学习行为之间的关系来看，在你单项主导的时候，阿丹积极主动的行为大约占 5%， 被动努力 55%， 不专心行为 40%。 在师生双向互动时，阿丹积极主动的行为大约占 15%， 被动努力 75%， 不专心行为 10%。 小组讨论的时候，阿丹的积极主动大约占 10%， 被动努力 75%， 不专心行为 15%。 个别学习时，阿丹的积极主动大约占 50%， 被动努力 35%， 不专心行为 15%。 如果就你的督导行为和肯定行为来看，这2种行为之后，阿丹都有出现被动努力，甚至可以出现或维持积极主动的学习行为，但过了一段时间，阿丹还是会再出现不专心行为。好的，谢谢你提供的观察资料和分析。那么你从观察资料和分析中产生哪些想法或意见，请你分享。OK， 我发现阿丹专心的比例 I 加上 E 已经提高许多，相对的不专心的比例降低很多，两者大概是7:2到8:2之间。我记得上次观课，郝主任和我记录到的阿丹学习行为专心和不专心的比例是5:5，这次可以说有相当程度的进步。不同形式的教学中，
在教师单项主导教学的时候，阿丹积极主动的行为相对较少，多半需要老师督导。至于能让学生参与的教学，包括师生双向互动和个别学习，阿丹积极主动的行为就稍微多一些。其中以个别学习最为明显。师生双向互动和小组讨论虽然也是学生能参与的学习活动，但阿丹积极主动学习的程度比个别学习的时候低，基本上还是以被动努力为主。这显示出阿丹可能对于个人性的学习任务会有比较高的主动性。至于那些互动权责或机会未必属于他的，他还是会比较被动。你的教学改善行动特别强调对阿丹的督导和肯定，我认为有发挥一定的效果。虽然延续时间无法很长，但仍然提升了阿丹的专注学习行为。非常感谢你搭配图表，提供了详实的观察数据资料，并且提供你的观课感想给我参考，谢谢你。3之1之2授课教师省思前述资料与焦点问题的关联。接着进入会谈提纲第2部分 R。 从你提供的事实资料与意见资料中，对应我的学生阿丹课堂行为类型、时间比例以及和教师教学形式之间的关系这个焦点问题，我大概得到以下的解答。第一，阿丹课堂上出现积极主动或被动努力等专心行为的时间比例大约 80%， 不专心行为的时间比例大约 20%， 专心程度已经有所提升。第二，在师生双向互动、个别学习两种教学形式下，阿丹专心行为比例比较高，分组活动次之，教师单项主导的教学再次之。第三，督导与肯定对提高阿丹课堂专心行为具有相当程度的效果。焦点问题都从证据资料中获得了解答，很贴切。3之1之3授课教师与观察者讨论观察所得对彼此未来教学的启发。接下来进入会谈提纲的第3步骤 I。 透过你提供的观察记录与分析，以及我从焦点问题获得的关联解答，我得到以下2点启发。第一，教师应提高让学生参与的教学形式的时间比例，酌情减少教师主导的教学形式。第二，适时且具体地给予督导和肯定，对有关注需求的学生能提高他课堂专心行为的比例。从2次的教学观察中，我也有同样的感知，而这回又获得更进一步的实证。没错，我们的想法一致。那么在这2点启发中，你认为哪一项比较关键？我认为应该是第2项，因为我的教学形式其实没有太大的改变，但阿丹上课专心的状况却有蛮大的进步。这应该是跟我对他有比较实质且明确的关注，无论是督导或肯定，都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我也这么认为，而且我发现你关注阿丹时，即使是督导性的，也是积极正向的提醒，而非消极性的动怒责备。80%是你重温现象学相关教育学说之后，默默也在你的教学信念与行为中产生了影响。我想是有的。我现在比较不会把阿丹视为是头痛人物，这让我对他会有比较积极正向的关注，也给他比较多的表现机会。希望他能够保持下去，甚至更进步。没错，不过这也需要我持续关注他。但是总是依赖老师的关注才能维持专心，似乎也不是长久之计。你认为有怎样的做法可以让专心成为阿丹的学习习惯？我很同意你的观点，的确应该让阿丹渐渐不需依赖我的督导或肯定，就能自我养成专心的学习习惯。至于要怎么养成，我一时没有具体的想法耶。那我们来问问最近很流行的 ChatGPT 好了。哦，你是说那个聊天机器人吗？
好像挺有趣的，来问问看吧。GPT 给的答复是：教师可以使用以下几个策略来帮助学生养成专心的习惯。一、创造一个适合学习的环境，教师可以创造一个宁静、有序、温馨和有趣的环境，让学生容易专注。二、制定明确的目标和计划，教师可以让学生知道每一个课程的目标和计划，并且帮助他们制定具体、可行和达成的目标和计划。三、利用多种学习方式，教师可以运用多种教学方法，例如讲解、问答、讨论、实验、游戏等，从而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增强学习效果。四、建立良好的关系，教师可以与学生建立良好的关系，让学生感受到被尊重、被关心和被支持，进而愿意专注和学习。五、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动机，教师可以找到学生的兴趣点和动机，让学生对学习产生兴趣和动力，从而更专注地学习。六、培养学生的自我监控能力，教师可以帮助学生学会自我监控和调节注意力的能力，例如透过慢慢加长专注时间、设置小目标、提醒学生注意力的转移等方式。七、给予积极的回馈，教师可以给予学生积极的回馈，鼓励学生专注和学习，从而增强学生的自信和动力。感觉他的回复牵涉蛮广泛的，而且很多项目我们也已经做到。我想，因为牵涉到行为习惯的养成，就问问他，如果使用行为主义理论来思考，会有怎样的策略？GPT 的答复是：行为主义理论认为行为是对刺激的反应，透过正增强或负增强可以改变行为。因此，以下是一些促进学生在课堂提高专心程度的行为主义策略。一、确立明确的目标和期望，教师可以设定明确的学习目标，让学生知道自己应该专注于什么，并且在完成任务后给予正增强，例如赞扬、鼓励、高分等。二、利用鼓励和奖励，教师可以通过奖励学生的积极行为来促进学生的专注，例如给予小礼物、表扬性、赞扬等。同时，教师也可以通过提供负增强，例如减少某些课外活动，来减少学生不专注的行为。三、使用适当的提示和提醒，教师可以提醒学生专注，例如建立一些符号或信号，以提醒学生何时应该专注。当学生专注时，教师可以给予正增强，例如赞扬或表扬。四、建立明确的规则和纪律，教师可以建立明确的课堂规则和纪律，以帮助学生掌握正确的行为方式。当学生表现出专注的行为时，教师可以给予正增强，例如赞扬或表扬。五、重复和强化，教师可以重复某些课程内容或活动，以加强学生的专注能力。例如，反复练习一些基础概念或技能，以帮助学生掌握知识。总之，透过正增强或负增强来建立学生专注的行为模式，是行为主义策略中的重要部分，可以让学生更容易地养成专注的习惯。GPT 好像也在参与我们的回馈会谈哦。对呀，不过 GPT 给的答复感觉比较一般性，比较深度或切题的答案还是得我们自己思考。就行为主义而言，我觉得我督导和肯定阿丹的做法，特别是肯定的做法，在阿丹有良好行为表现的时候，给予精神性的奖励，不就已经应用了行为主义的增强理论作为增强了吗？这部分算是已经有所运用，可以继续沿用。但是这样还是无法真正培养阿丹的专心行为，因此要考虑增强理论的其他做法。你的意思是要使用行为塑造或行为改变技术吗？我觉得可以这样去思考。但是要为阿丹订定行为塑造或行为改变计划，
需要配合持续观察记录他在课堂上专心行为的时间比例。感觉我在日常课堂上难以实施，认知行为改变会不会比较适用？的确有点难以实施，不过阿丹的问题似乎不是在认知层面出现问题耶。确实如此。不然或许可以考虑使用行为演练。行为演练怎么做？问问 GPT 吧。GPT 的答复是：如果学生在课堂上无法专心学习，教师可以考虑使用行为演练方式矫正。以下是一些可能的程序和技巧。一、确定学生需要学习的技能或知识。教师需要了解学生在哪些方面存在困难，并确定学生需要学习的技能或知识是什么。二、示范技能或知识的正确应用。教师可以示范如何正确地应用所需的技能或知识，以便学生可以看到实际操作。三、提供练习的机会。学生需要有足够的练习机会，以帮助他们熟悉并掌握所学的技能或知识。教师可以提供模拟练习或问题解决练习等活动。四、给予及时的回馈。教师需要给予学生及时的正确或错误的回馈，以帮助他们了解自己的表现，并鼓励他们进行改进。五、持续练习和评估。为了确保学生可以持续地改进和熟悉所学的技能或知识，教师需要持续地提供练习机会和评估学生的表现。总之，教师需要注意行为演练的设计和执行，并确保为学生提供了足够的练习机会和正确的回馈。透过行为演练的训练，学生可以逐渐改进并熟悉所学的技能或知识，进而提高其学习效果。对，大概就是这样。你可以私底下把阿丹找来，让他知道他课堂上仍有无法专心的现象，表达老师希望协助他改善的意思，然后就他可能出现不专心行为的几种情境，示范当下可以有的专心行为表现，并请他练习。练习得好，就给予回馈增强，并鼓励他日后在课堂上加以实践。后续在课堂上持续追踪观察，并提醒他实践。利用课余的时间来引导他演练适当的专心行为，这样比较可行。可能也无法一次就成功，还是要逐步渐进。但是可以慢慢的引导他演练或实践持续较长的专心时间。谢谢你提供这个好方法。顺道谈谈 UTC 这个数位观察工具。这个工具的设计很容易理解，也很容易操作。对于我们这些习惯 3C 产品的老师而言，使用不成问题。只是我觉得实际操作上会因为我们观察者的疏忽而有点误差。例如观察对象出现某个行为，但是我们晚个0点几秒甚至好几秒才按对应的项目。有时候可能会没有点选任何项目，或者因为软体设计允许多个项目同时按，不会彼此互斥，导致同一个时间、同一个观察对象会有2个理论上不应该同时存在的行为。这些都会让观课资料不是那么精确。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不过我想我们也未必需要追求高度精确的数据资料，只要误差不是很大，应该都可以接受。我想误差的确难免，如果可以接受，那我就放心了。此外，先前的个别学生课堂行为时间轴记录表可以以文字方式摘记观察对象的行为，但使用这个工具就无法做到了。每种工具都有它的功能和限制。台师大团队开发的这款数位观察工具很方便，很好用。凡是以记录次数、时间、比例等计算数据为主的教学观察，基本上都可以使用。但是要做到万用，例如同步能做直性文字资料的记录，那就不太可能了。说不定未来可以使用语音转文字的科技，
开发抄录法相关的选择性逐字记录工具，甚至是使用 AI 技术，将课堂录影录音转换成议事记录。科技日新月异，这些都有可能，只是到目前为止还不知道有这样的观察工具的开发。我把话题扯远了，事实上，使用 UTC 应该就可以满足目前许多教学观察情境的需求了。3之1之4，授课教师与观察者决定具体的教学行动计划或下一次的观察焦点。最后，进入会谈提纲的第4步骤。D， 基于前面的讨论，我想我将提出以下2点具体的教学行为改善计划。第一，在课堂上持续对阿丹展现关注行为，包括督导与肯定。第二，利用课余对阿丹实施行为演练，引导他逐步渐进的演练，并实践持续越来越长时间的专心学习行为。这2点行为改善计划应该合宜吧？非常合宜。好，那我就针对这2点来进一步努力。今天的观察后回馈会谈就到此告一段落，谢谢刘老师。步骤3之2，观察者将资料交付给授课教师。曾老师，这是这次教学观察相关的资料，交给你参考。希望这次教学观察确实有再次帮助到你。那是当然的，你2次抽空来担任我教学观察的观察者，并提供给我宝贵的事实资料、意见资料以及思考激荡，一次一次解决我面临的学生学习行为问题，真是太谢谢你了。不客气，你这么认真，我当然很乐意来帮助你。未来我也想效仿你，针对我的教学专业成长，采取 TDO 模式，适当时也善用 UTC 这个数位观察工具，邀请同事来帮我做教学观察，到时候您也来帮我吧。如果你认为我可以胜任，那我自然是义不容辞啦。